我前2天看了個講廣東脆皮燒鵝的紀錄片，那油滴來的時候都給我饞完了。然後我搜了一圈，發現現在滿大街只有羊，也沒有燒鵝可以吃，所以我托人買了個老廣的燒鵝配方，我打算試試這玩意兒在家能不能做。然後我還買了幾隻專門做燒鵝的黑棕鵝，但現在物流太慢了，我就尋思先抓2隻東北大鵝在家試烤一下。不過我發現了，能苟到現在還沒被抓的鵝，那都絕非等閒之鵝。我們換了2個屯子，跟鵝撲騰了一整天，到最後愣是1隻鵝都沒抓着，完了還給腰子卡壞了。後來這鵝到了，我們的腰還沒好呢，但也不想等了，就開始按照配方做了。這燒鵝做一次才明白，為什麼飯店能賣到600-700一隻，但這整個的制作過程太複雜了，光這醃鵝的醬就得用到20多種調料。然後我發現這燒鵝和烤鴨差不多，最難的都是對溫度和時間的把握。但我們這現在外面太冷了，就導致這爐子用起來溫度非常不穩定，就這麼烤出來的鵝，要不然就是裡邊沒熟，要不然就是整隻鵝在爐裡直接烤着了。後來實在沒招了，我們就把爐子搬屋裡來了。在室溫環境下，這個爐子上溫就非常快了，大概也就用了3分鐘吧，整個屋都他媽仙氣飄飄了。這一下可給我們熏迷糊了，就新鮮吃點東西緩一緩。用美团外賣訂了不少好吃的，這一桌子全是硬菜。最近冬日热辣硬貨活动优惠可多了，创意十足的百串福袋4折才不到40塊錢，海底撈的冬日歡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還有咬麻龍蝦、99鴨、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打開美團外賣搜狗送就行，點評論區也能直接參與。然後吃完飯再下鵝的時候，我們就非常謹慎了。而且我看紀錄片裡講說，脆皮燒鵝最重要的靈魂是一碟酸梅醬，但是這個季節它買不到新鮮的青梅啊。後來我糾結了一下，我到底還是把我們家這個爹請出来了。這酸梅醬熬完之後，現在多少還帶了點酒香。然後这些鵝現在燒的也非常好了，就無論從顏色還是飽滿度上來講，看着還真有點飯店的感覺。尤其是剁鵝的時候，這油汪汪的一塊一塊，看着可太爽了。我從來沒敢想過，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隻冒着熱氣的脆皮燒鵝。不過就是過程不太順利，我們吃上這頓飯的時候，其實都是第4天晚上了。然後趁熱還給鄰居送了幾隻過去。等吃完飯之後，我把這2天做失敗的鵝都給剁了，主要也懶得重新烤了，就都讓我燉酸菜了。我是真沒想到這燒鵝燉酸菜居然能這麼好吃，就是我們真的都已經吃得非常飽了，但是實在也沒忍住，一人又幹了一大碗米飯。後來撐的凌晨3點還沒睡着呢，就夯夯坐床上打嗝啊。最近身邊的小洋人越來越多了，所以我買了不少黄桃和杨梅，打算給他們做點罐頭。但是做的時候我发現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較淡，而且吃着也没什麼營養價值，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點涼的甜水。再一個，每個人的症狀和需求也不一樣，有想止咳的，有想快速恢復味覺的，還有那純饞的。所以為了照顧好每一只羊，我一氣買了350斤水果。但是現在身邊能動彈的好人就剩下我們仨了，這活幹起來就特別有緊迫感。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經陽康了，出去吃上燒烤了，我仨還夯夯的搁這坐着扒葡萄皮呢。因為是給病人做嘛，每一樣水果我們處理的都非常細，就連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給切了。然後果凍橙我們扒成瓣之後，把裡邊這層皮也給扒了。砂糖橘我們也是每一瓣的絲兒都剝得非常乾淨。這活幹的我就覺得纯變態。就這倆活完全可以和給趣多多點巧克力豆並稱人間3大酷刑。這些水果我仨幹了2天2夜，基本就沒怎麼合眼。我當時都覺得還不如陽了呢，因為要陽了起碼有藥能治，但這活我仨要再幹半天，肯定馬上就嘎。收拾完水果之後，我们就開始刷罐頭瓶了。現在物流還沒太恢復，買不着新罐頭瓶，我就找了幾個飯店要了點空瓶。完心高溫消下毒，結果溫度太高了，給手燙禿了皮。這一下讓本不富裕的勞動力雪上加霜了。後來我們尋思先吃點好吃的，冷靜冷靜吧。我最近種草了這個諾凡金松露巧克力，這是純可可脂做的，一共4個口味，口感都特別好。尤其是榛果的，有很濃的堅果香味，抹茶的吃起來也很清新，夾心也好看。還有最近出的這個新年限定的可愛兔禮盒，打開裡邊還有2個紅包呢，這氛圍感可太好了，一下就過年的感覺了。然後為了讓這罐頭吃起來口感更好，我們測算了一下每種水果最佳的蒸煮時間，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因為我尋思現在沒有味覺只是一時的，但要這會兒給自己吃出糖尿病來，那真是一輩子事兒啊。然後為了讓罐頭的果味能夠濃一點，我還榨了好多鮮果汁兌裡，晚還剩點草莓，就都讓我做成草莓冰點了。這酸酸甜甜的再帶點冰茶，這難受的時候來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然後這罐頭蒸好之後再倒扣晾涼就可以了。這種自己做的罐頭因為只放了糖水水果，所以無論是口感還是味道真的和外面賣的罐頭是不一樣的。而且我算了一下，這一桌裡邊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還10來塊錢。然後每一個來取罐頭的人我們都是無接觸配送，並且做了非常嚴格的消杀。
啥。我本來以為我能帶着我的胰島杠一起到2023年呢，結果不知道啥時候整上的，突然就燒了2天40度。这回行了，彻底踏實了，省了老惦記。沒想到到底摟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我前段時間被一個視頻種草了富平柿子餅，那柿子餅金黃金黃的，掰開還有點流心的狀態，看着可給我饞壞了。所以我買了400斤富平柿子，我尋思我也在家做點，但是這玩意在家做很麻煩，因為沒有什麼太趁手的工具。這1500多個柿子，我們愣是一個一個拿毛子削的皮，而且這柿子餅在晾的時候，對溫度和濕度都有很嚴格的要求。但是11月份的哈爾濱晚上已經零下了，就是它極有可能還沒等晾成柿子餅呢，就先奔凍柿子去了。所以我們就白天拿在外面晾，晚上再搬回來開窗通風。就這麼折騰了3天之後，柿子還真是一個都沒動，但我們算是徹底涼透了。後來我尋思這天只會越來越冷，也不能一直這麼折騰啊，所以我決定給這些柿子在家蓋個小房子。有了這房子之後，我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下雨下雪往屋裡搬一次就行，其他時候我們就負責開門關門幹好打更的活就行了。後來大冷的时候，我還上了點供暖設備，3000瓦一個的暖風機，我同時開了3個。外面零下20多度的時候，這屋裡也依然保持恆溫10度。就富平柿子餅可能是靠天養的，但我這純是愛的供養，那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完那月電費2500。這柿子晾到縮水2/3的時候，再等幾天就可以挑軟柿子捏了。然後這幾天沒啥事兒，我就整了點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鍋，1塊錢就到手這一大箱。這一份裡有2大塊豬蹄兒，4隻鴨掌，還有滿滿1鍋肥牛和配菜，味兒也特別正。他們家的花椒雞海鮮火鍋也是湯濃味鮮，還有這半只雞拉麵也真的有半只雞在裡邊。現在拼多多有1萬個試吃名額，每個名額9盒3個口味，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鏈接在就是還有名額可以搶，你們快去看看吧。然後也就是在這幾天裡，我發現試盆裡陸續多了好多這樣空聲，問誰都說不知道，於是我乾脆上了50把鎖，每人分了10把鑰匙。我算是品出來了，對於互相不信任來說，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互相制約。然後這柿餅捏完之後就已經非常非常好吃了，皮兒有嚼勁，餡兒還有水分，這就是特別好吃的鮮食柿餅。但是據說捂出霜之後會更好吃，所以我們就一層皮兒一層餅拿着接着捂霜了。大概是捂了40多天，柿餅外面真的就結出一層很厚的白霜。我之前一直以為是裹的糖粉呢，沒想到真的是自然結出來的。這柿餅因為捂霜的時候不是特別乾，所以它現在依然是一個流心的狀態，而且冷凍之後會更好吃，就跟吃冰激凌似的，感覺特別爽。但是因為没熏硫磺，只有少量的柿子餅是橙色的，大部分的还是有點發黑。不過真的每一個都是齁甜齁甜的。但我發現這玩意兒真不能多吃。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來個柿餅，結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時候，我的嗓子還有點說不出話來呢。我最近特別饞川菜裡的那個麻辣牛肉乾，但是外面賣的總覺得口味差了那麼一點，所以前2天趁着養羊的時候，我研究了一個特別好吃的配方。然後今天買了4個牛後腿，打算都做出來承包一下朋友們過年聚會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這純牛肉的肉乾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錢1斤，但是這麼多肉做起來實在太麻煩了，光切肉和焯肉我們連軸幹了36個小時沒合眼，那幹完之後心都突突，我們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過想想也夠神奇的了，這一年我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把治癒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幹成了高危行業。後來稍微緩了一下，我們就開始炸料油了，這油炸肉才香呢。然後油做的多，我還順便炸了1盆辣椒油和1盆青花椒油。這2盆油在最後拌肉的時候會讓肉乾的香味和顏色更均匀，特別是這紅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後全樓道都是香味。然後做這個肉乾需要用到特別多的辣椒，我們甚至還提前測評了一下，結果趕上了一家變態辣的，那吃完辣的胃止疼。不過好在家裡常備了新39胃泰，熬夜或者吃辣刺激胃難受的時候有它一點都不慌。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後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鍋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這樣可以讓香辣味更豐富，但同時也會讓鼻子更通暢。就那一晚上打的噴嚏都剛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後來差點沒因為打噴嚏把腰閃了。這些肉在滷完之後就已經非常好吃了，但是為了讓它更入味，就用泡了一宿。等泡完了還需要再炸，炸完了還需要再調味。就這東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來真的很麻煩。而且我之前試了一下，最後炒的時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讓這個香味最極致。但是這麼炒家裡的火根本不夠硬，就臨時又搭了一個飯店用的那種灶台。這灶一使上，那煙火氣一下就上來了，但是下一秒屋裡就瓦藍了，門窗全開着都沒有用。就後來我上個廁所，我發現那都有股油煙味，我真是服了我。
然後這2天沒咋正經吃飯，又有點胃疼了，這胃不舒服可不能忍，又喝了一杯新3九胃泰之後，算是舒服多了。後來就用這招，我跟我哥輪着炒了1天，那到晚上感覺手都回不了彎了。不過這個肉乾吃着真是特別好吃，因為它用大火炸過，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裡邊肉是嫩的，吃起來會有很多汁水，而且因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來越嚼越香。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鹹，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別好吃。然後我算了一下，這玩意兒成本大概是70塊錢1斤。後來我們把這些肉都分了，就這一桌子肉別看多，我敢保證出不了正月就得沒。這晚上餓了開一袋，再配上一杯冰可，然後吃完了之後再嗦了嗦手指頭，你說那誰能忍住不去開第2袋啊？